红场风雪未歇，阅兵进行曲在喇叭中回荡。5月9号，莫斯科举行的胜利日阅兵式上，习近平站在普京身旁，脸上不带一丝表情。他没有说话，只有眼神在扫视，仿佛寻找谁在看他。与此同时，中国沈阳、北京、上海、成都等多个城市的街头，有身着制服的青少年队伍，高举苏联红军照片，脸上贴着五角星，喊着统一口号，参与不朽军团的纪念行动。那一幕让人恍如回到冷战年代。但问题来了，中国什么时候成了苏联红军的感恩国？为什么要让孩子感谢那些曾在东北大规模掠夺、施暴、杀戮的苏联士兵？为什么习近平选择在这个时刻用如此高调的方式抱紧普京的大腿？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旅澳学者李延华对此指出，这背后其实是对历史的篡改，对国民的背叛，也揭露了一场用孩子表演出的政治戏码。你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潇。5月8号，中共党魁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联合声明，共同谴责美国对美国总统川普的金色穹顶计划尤其不满，说这会破坏全球战略稳定，将使太空武器化。习近平真的要紧紧拥抱普京吗？盛雪指出，川普回归白宫之后，快速地推动了一系列的部署，应该说是对中共、对俄罗斯有一个全方位的遏制的一个战略，包括科技、能源、金融、军事。普京和习近平当然非常的恐慌，所以说呢，他们高调地发布这样的一个联合声明，指责美国的金色穹顶计划应该是一种反制的企图。他们不仅仅是在反对美国的导弹防御，同时在借助纪念二战胜利的这个机会，试图要去塑造美国是世界和平的破坏者，那将他们自己伪装成和平的维护者。金色穹顶是川普政府推动的以 AI、激光和太空技术联合为核心的下一代的反导系统。如果说在美国本土上空部署成功的话，应该是会极大的提升美国的战略防御纵深。那当然也会削弱中国的什么饱和打击啊和俄罗斯的俄核炸能力。中俄这个时候去联手否定污名化这个系统，也是在试图调动国际上的邪恶势力一起来抵制。他们一直用反霸权啊、多极世界啊、要反太空军备竞赛啊这些口号，其实呢，中俄就是要将川普定性为是一个在挑起新一轮的全球军备竞赛啊，甚至包括在太空的军备竞赛。事实上，中共和俄罗斯早已经在发展太空的军力，中共已经是测试摧毁卫星的动能的武器，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也尝试部署反卫星的装置。那么这两个国家联手指责美国的太空武器化，那实在是掩盖他们自己要争夺太空军备的主导权。李元华则认为，他们两个其实面临的是同一个问题，就是为非作歹，碰见警察来管事儿，对警察表示不满，这就是他们的一种心态。除了美国之外呢，俄罗斯、中共都是军事大国，对世界军事威胁更大。我想美国这个穷游政策实际上是加强美国自身的安全，它也可以保护或者维护世界的基本秩序。这一点呢，正是那些想为非作歹、想搅乱世界秩序的人所忌惮的，所以他们才有了这个联合声明。作为回报，普京答应9月访问北京，作为俄中良好传统的一部分。9月3号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中共将举行阅兵活动。俄方还确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前后，中俄海军将在日本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普京回访北京远在9月份，习近平却在红场阅兵当天给普京送来一份大礼。中国多个城市举办不朽军团活动。俄国驻沈阳总领事普雷日科瓦早在5月7号就向俄媒透露，沈阳5月9号将举办纪念二战阵亡苏联红军的不朽军团游行，
沈阳多支青少年代表队伍将参与。不光是沈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个一线城市，大连、武汉、青岛、长春、成都这些重要城市都有活动。对于这个消息，资深媒体人张修杰表示震撼。张修杰指出，所谓不朽军团游行是二战结束后华沙条约国国家在纪念日举行的政治仪式，如今在中国却有各地青少年团体被动员参加，仿效苏联仪式，实属匪夷所思。有网友表示无语了，这是对历史的亵渎和人民的背叛。盛雪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习近平他在强行的移植所谓的伟大卫国战争这样的一个叙事，是在伪造历史，因为中国并没有什么伟大的卫国战争。不朽军团是俄罗斯纪念苏联对抗纳粹的仪式性的活动，而中共政权在整个二战期间并没有真正参与任何国际的战场，而且呢，在中国境内它的主力也一直处于一种避战的状态，而这一点毛泽东已经说得非常的清楚。那是等到国民政府军打退了日军之后，那真正是中共下山摘桃。但是毛泽东那个时候呢，还特别用这样的词语去诬陷国民政府，说蒋介石带领军队下山摘桃。实际上中共一直在粗暴的篡改历史。那么现在他去把自己要去打造成什么反法西斯的中坚力量，可以说是非常无耻的。苏联红军不是中国人民的恩，更不是东北3省的解放者，他们留给中国东3省的记忆是非常黑暗的。中国北方人把苏联称为老毛子，不是没有来由的。当年苏联红军在东北4处抢劫财物，强奸妇女，有时还持枪闯入民宅，弄得女人晚上不敢出门，男人上街不敢戴手表，穿皮大衣。2010年出版的《日本行，中国更行》一书曾披露了这样一件事。据吉林省德惠县郭家屯周建章讲述，一名苏联士兵强奸了当地的妇女，百姓基于义愤，把他打死了。结果惹恼了苏联军队，他们调来大炮，要炮轰郭家屯，老百姓都吓跑了。张修杰说，据沈志华研究，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很友好，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观，苏方介绍他们的机械如何优秀，有中国代表看到这些机械是日本产的，日本制作的。苏联为什么有日本机械呢？都是从中国东北抢去的。当时苏联把东北的一些重要机器设备，甚至连一些铁轨都运到苏联去了。还不止这些，就连中共任命的东北大员卢东升也遭到苏联军人的抢劫和枪杀。盛雪认为，如今中共非常孤立，特别需要跟普京进一步结盟。普京作为战争罪犯，也很需要像习近平这样的盟友。不朽军团游行是中国网民无法接受的。当年苏联红军在1945年8月以解放者的姿态进入中国东北，犯下了很多掠夺、强暴和杀虐罪恶，严重伤害了当地老百姓。这系统抢劫毁坏了当地整个经济命脉和工业体系。这些罪行，中共在见证之后从不追究，反而在官方的宣传当中一直被刻意掩盖和美化。现在习近平当局还让中国人充当俄罗斯的传声筒，表演对苏共的感激。中共政权的建立在极大的程度上是依赖于苏共的支持，中共当然要感激苏联，中国人民却因此饱尝了中共76年的奴役。李元华解释说，苏联红军进入中国的时候，抗战已经是尾声了，苏联的目的是为了掠夺资源，东北也就是当时的满洲国的一些军事设备，那些工厂都被拆走运到苏联。俄军在东北没干一件好事，中共现在又让中国人纪念苏联红军，尤其是组织那些不明历史真相的中小学生参加游行，那就是让中国人忘记国耻，忘记那段历史，等于是助纣为虐。历史兜兜转转来到今天，习近平为了在川普面前不跪，又将在无上限伙伴关系中抱紧普京。
但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分析员宋高祖警告说，中俄关系不是结盟，而是同床异梦。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